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跨界茶话间，我是你们最爱的阿峰。今天这一集怎么说？我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：一场饭局没吃完，整个家族气炸锅。到底是谁吃饭吃到肚子气胀？谁一句话让饭桌上面的饭菜瞬间变成冷盘？还有这个女人竟然做人成功了之后才决定步入婚姻，而且娘家反对的声音一面倒，理由竟然比八点档还扯。你以为这只是戏剧设定，但我保证现实里面类似的桥段比比皆是。今天我们不只是聊这个剧情，还要掀开一个华语区家庭伦理背后的潜规则。所以准备好了吗？这场婚局到底藏了多少惊爆的秘密呢？走，咱们慢慢揭开这一层迷雾。这出让不少观众直呼心脏受不了的戏剧，就是最近华语区里面热播的《好运来》。剧中江家看起来是一个热闹和乐的家庭，江云斐这个角色由严小云饰演，外表气质温柔，内心却有股坚定。他这一回牵着陈意凯、吴东艳是回家，一脸甜蜜的说要结婚，看起来好像是一场圆满的爱情终成正果。但这场饭局还没有开吃，江家人有的笑，有的愣，有的干脆眼神死当场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明明是订婚报喜，怎么气氛像是谁在灵堂发喜帖？事情真的是这么简单吗？当时坐在桌边的陈小刚、王灿士、肖丽美、赖慧如是，还有肖丽芬、祖宣是，可以说是比准新娘还开心，一副已经准备好要放鞭炮的模样。但另外一边，江春发、尤安顺氏和庄家敏、黄启文氏，还有那一个平时礼静冷静的江宏轩、吴正浩氏，表情从错愕转成铁青，整个江家就像突然踩到了地雷。所以问题出在哪里呢？只是因为陈意凯这个准女婿不够好吗？还是有什么惊人的内幕是云飞这一边没有说清楚的？慢慢的，观众才发现这场突如其来的喜事其实是一场奉子成婚。对，你没有听错，云飞已经怀孕了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想说，那不就是更该祝福他们吗？孩子都要来报到了，爸妈能怎么样？但你错了，江家不是传统老古板，也不是嫌人怕穷，也不是嫌人穷怕嫁女。他们生气的不只是怀孕，而是怀孕的时机点跟背后的隐情牵扯到更多让人无法忽视的东西。云飞这一段恋情看似单纯，其实早已经悄悄发生过一次重大的危机，只是他没有告诉家人。意凯曾经卷入过一场职场的丑闻，甚至还有跟前任纠葛不清的记录。这些过往江春发早就知道了，但一直装没事，就是希望女儿有一天能够自己想清楚。结果现在不是想清楚了，而是怀清楚了。江春花那一句你以为生一个孩子就能够把一切抹平吗？背后其实藏着浓浓的无奈和失望。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庄家敏也不是第一天反对意凯的，而是早在女儿刚交往的时候就曾经偷偷的查过对方的背景。你以为他是虎妈，其实他只是想保护女儿，不让她走进一段表面甜背后酸的关系。你会发现整个江家的怒火不是针对这一场婚礼，而是针对这一个不得不结婚的方式。传统的家庭最怕什么呢？最怕就是女儿怀孕之后必须硬着头皮嫁人，不是爱情胜利，是责任压倒一切。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，其实这样的情节近年来不少的戏剧里面都曾出现，像《黄金岁月》里面的林宇杰、刘品言氏也是意外怀孕，被迫嫁进豪门。《市井豪门》里面则讲述女主为了家族的利益被迫生子续香火。而现实生活当中，大中华地区某些地方每年仍然有近12%的女性是因为奉子成婚才走进婚姻的殿堂，其中有近60%在婚后3年内离婚。也就是说，有孩子不一定能够绑住爱情，反而可能成为爱情的试炼。如果放到国际上面来看，日本
对于先怀后婚的接受度明显比华语区要高。日本还有专门为先怀后婚设计的婚礼服务。美国则更强调女性的自主选择权，生育跟婚姻可能是两件完全不相关的事。我们回来看看剧里面的江云飞，这个角色其实非常的值得玩味。她不是无知的少女，也不是冲动的恋爱脑，她知道易凯的缺点，但还是选择相信他。那为什么她没有一开始坦白，而是让孩子成为了谈婚论嫁的筹码呢？这一段其实才是好运来的最厉害的剧本设计。它不是在讲女神失足，而是在呈现一种极度压抑之下的女性抉择。云飞不是不懂家庭的忧虑，而是她太懂了，才会想用孩子来换取父母的妥协。讲到这里，我们也不能忽视男主易凯的角色，他是真的爱云飞吗？还是觉得孩子来了，责任就来了？他的一句"我会对你们母子负责"，在剧中虽然看起来像是英雄，但你仔细听，其实是一种不得不的承诺。这样的婚姻会不会走得长久呢？观众还在猜，剧情还在铺陈，但我们已经能够感受到，那些家庭伦理跟情感纠葛，绝不是一句"祝你幸福"就能放下的。所以，我们今天不是单纯的看一场戏，我们是在照见自己，我们们自己，在我们的社会里面，到底爱是主导婚姻，还是责任在推着我们走向婚姻？孩子是礼物还是交换的条件？这些问题不只是在剧中的江家需要回答，我们每个人都迟早会遇上。最后，我们用4句古诗送给大家：餐桌未语心已寒，报喜传来言卷酸。奉子成婚常思念，情深不敌俗长关。如果你也曾经在爱跟责任之间纠结过，或者你对这场婚姻还有更多想说的，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，也别忘了加入我们的频道跨界茶话间，点一下视频下方的感谢按钮，支持我们继续带来更多值得深思的故事。我是阿峰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峰。50岁，可能很多人想着退，而我只能拼。我用这个频道努力为大家讲出世界的真话，冷暖人情，人生百态，从写稿、拍摄到剪辑，每一支视频我都自己扛，只希望对得起每一位愿意停下来听我说话的你。如果你愿意支持我继续讲下去，请加入会员频道，和我一起守住这份坚持。会员朋友可以享有抢先观看新视频、幕后花絮、点名感谢上榜机会、每月会员专属直播互动。一杯咖啡的价格就是我继续走下去的动力。请点击下方加入会员，让跨界茶话间不只是我的坚持，也成为你的选择。谢谢你，我们会员专区见。